我芳华假色自貌，那春花娇艳似谁难忘。纵欲无情，却总是能引人惆怅，独自流醉，暂忘是你留下。断桥边，寂寞多是低藏，往来客，热闹是他人场。旧交春愁，繁华总是难遮掩住惆怅，独留情深，年年无凭托望。不相认，这竟是烟雨一场；不相看，聚散离合空茫。三口人笑影似流往昔的红妆，今夜醉，泡影入眠相望。春风，春风，娘，这些日子没见，您可还安好？孩儿十分挂念您。我也十分挂念你啊！怎么样，身体好了吗？还烧不烧啊？娘，我没生病，这是琉璃给我出的主意，能引您出来跟我见一面。对了，这是银两，您拿好啊。琉璃已经在外面备好马车了。你这个傻孩子！啊，娘，怎么了？琉璃恨我入骨，这一定是他设下的圈套。孩子，娘先走了，有空再回来看你。娘，您误会他了。娘，你去哪儿啊？刘氏，别来无恙。哥，娘，琉璃，春风啊，我就说了吧。你是上了你这个媳妇儿的当了。琉璃，你真的骗我？春风，婆婆犯的可是谋害运王殿下和西敏公主的重罪，如果她不伏法，会连累你，会连累整个侯府的。你少惺惺作态！你为什么要抓我？你自己心里最清楚。拿下！哥，我求求你放过娘。她纵使有千万般的不好，可她毕竟是我们的娘啊！春风，起来！你不要求她。我尤文贞今天是输了，可是我的儿子不可以输。你起来！哥，我求求你了。夏有使，你在杀我娘亲和我师父的时候，你就应该料到会有今天这个结局。带走！哥，慢着！儿子，你不要哭，你听娘说，娘这一走，恐怕是回不来了。不，你听娘说，娘这一生都是不快乐的，除了你，是上天赐给我的礼物。你不要哭，不要哭给那些欺负我们的人看，知道吗？如果真有天理循环、因果报应的话，娘都还了。娘，不要哭，娘，不要，娘，娘，哥，我求求你啊！我求求你啊，哥！不要，哥！春风，
哥对不起你。不要！不要！春风，你先起来，你先起来！你骗我！春风，春风。怎么办？我去了誉王府2次，都被他孟云给我赶出来了。国有3顾茅庐，将军只是去了2次，并不算多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如今时移世易，我若是誉王，想必也要摆摆架子的。誉王他刚复位不久，立足未稳，朝中多一个朋友，总好过多一个敌人。他还能把我当成朋友吗？只要有足够的筹码，曾经的敌人当然可以是今日的朋友。在朝为官，不都是如此吗？你还真的是够聪明啊！之前是彭武未料到今日的风云变幻，理应将功赎罪。说得对呀。春风他还好吧？放心吧，他睡下了。睡之前，我撬开他的嘴，给他喂了点吃的。师兄是我对不起他。是我对不起他，你只不过是接到我的消息，来执行公务罢了。你和尤氏的关系，你知道的。我本名叫招娣，只是一名小小的宫女。尤氏对我有娇养之恩，从前她3番5次逼我陷害你，纵使我有千般不情愿，却也不得不从。我帮你抓她，就当是我为过去的恶行赎罪吧。你要当我是为了私心也行。我没有那个意思。有时候我在想，如果你我之间没有尤氏，没有叶景轩，我们会在一起吗？郡主，你别紧张。我被册封为郡主的时候，你就被侯爷带回了侯府。那个时候，我远远地看着你，仿佛看见了另一个自己。从那以后，我便一直幻想跟你在一起。我以为你会是真正懂我的人，可我现在明白了，幻想终究是幻想。其实纯风他对你一片痴心，我希望你能及时回头，你们俩一定会幸福的。那是自然。他爱我，爱得就像一个傻子一样。跟一个他爱我，比我爱他更多的人在一起，一定会很幸福，对吗？对。但这次春风他受了很大的打击，我希望你能多多安慰他。我会的。再深的伤口，也总有一天会愈合。你改变了很多。是吗？是我变了，还是淳于哥哥你从未了解过我，也不想了解我？算了，我们各自珍重吧。微臣贺连轩参见誉王殿下。免礼。殿下复位，可喜可贺。微臣特命人从南阳采购了一批家私陈设，不日将会送到王府，还望殿下笑纳。笑纳，自然是可以笑纳的。啊，不过将军，本王失势之时，你把孟云拒之门外，这情景历历在目啊。如今又3番5次的来讨好本王，将军不会觉得后延吗？殿下教训的是，可彼时皇上雷霆盛怒，微臣也是情非得已啊。
情非得已。将军，你可一直是奉公执法、铁面无私啊！你们退下吧。殿下，小的不得不为将军说几句话。其实，将军在正明县身边的时候，一直在关注着殿下，每日都在期盼着殿下能够早日回归王府。比如，殿下和夏世子在陷阱中逃脱的时候，乃至杨太傅闯入宫中之事，将军都心知肚明，可就一直隐瞒着正明县。哦，那这事儿是你做的了？来，平身，平身。哎呀，将军，好啊，甚是好啊！将军身边能有这种懂得审时度势的人，那绝对是好。不过本王觉得，这种人只可共富贵，不可共患难。况且这种雕虫小技，也算不上什么拿得出手的本事。是，殿下您说的对。彭王，你区区一个下人，怎敢直呼皇子姓名？又怎敢打断殿下说话？将军恕罪，是小人说错话了。说错话了，彭武，无论你是说错了话，还是办错了事，你都应该付出代价。将军的意思是？将军，你不是说我们得有足够的筹码才能翻盘吗？你就是我的筹码。枉我一直为将军筹谋。你懂什么筹谋？你不过是一个黑风寨的土匪，欺上瞒下，无恶不作。若不是你在其中挑拨离间，岂有我和殿下今日之隔阂？你这种人就该死。殿下，这该死的下人我已经处置了，还望殿下不计前嫌，再给微臣一次机会。这小人终究是悲哀的，他以为自己靠着心狠手辣、翻脸无情，能在所有人面前游刃有余，博取自己的利益。但事实不是这样，总有一些真朋友，是无论如何都不会背弃于你的。你不懂情义二字，那终有一天，你就会被人弃若敝屣。将军，你说我说的对吗？微臣谨记殿下教诲。糖醋鲤鱼、文思豆腐，还有你最念念不忘的青菜，请吧。我吃了。还是和从前一样好吃。好吃你就多吃点呗。哎，一会儿咱们吃完了去看看春风吧，他这几天神情恍惚，眼睛都是肿的。我也想去看他，就是怕他不想见我。也是，其实他什么都没做，可到头来最可怜的就是他了。真希望弟妹能助他早日走出伤痛吧。干嘛？在我面前都不敢说他的名字啊？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我怎么觉得你有什么？真的没什么了，就是那些丫鬟们深更半夜的看到大哥和弟妹在花园里神神秘秘的，难免传一些流言蜚语。我可什么都没多想啊。好酸呐！酸吗？我尝尝。还好啊。你刚才不是说每个菜都不错的吗？夫人醋坛子都打翻了，能不酸吗？好你个夏春雨，你学会。瑶瑶，我去找郡主，完全是为了春风。我知道，眼下你是应该多关心他，可是有什么非得大半夜说呀？我知道你是怕我吃醋，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？当然不是，你还不是吃醋了吗？我没有。其实郡主也是个可怜之人，她前几日跟我说，她想明白了，过去的点点滴滴都是镜花水月，
他已经回头看到春风的好，况且他现在对春风也是一心一意的。他真能这么想就好了。谈恋爱嘛，本来就是遇见错的才能和对的在一起啊。你这么说，是认为我是错的喽？我又没说咱们俩，切，还说我爱吃醋，明明就是你最爱吃醋。瑶瑶，我可以求你一件事吗？说吧。其实我知道郡主，她从前做了很多对不起你的事情，但她现在已经改过自新，我也是有愧于他们夫妻俩，所以我希望你能宽宏大量，把郡主当成我们一家人吧。切，不乐意。瑶瑶，好了，我从来就没把他当做外人，什么对得起对不起啊？把心放肚子里吧。你真好。哎呀，好肉麻呀！来，奖赏一个。干嘛？哎，你干嘛呀？哎呀，怎么了嘛？不是，你刚吃完鱼，你嘴里还有腥味儿呢。你别过来啊！你做的鱼啊！别过来！不要！不要！不要嘛！来嘛！你来了，夫人知道我会来。我了解你，你这一生哪一步不是在我的算计当中？是啊，夫人很是会算计，可夫人算计了一生，有没有算到自己被困在这儿？哎呀，我这一生算是完了。你呢？你算到你的结局了吗？招娣。招娣，这一巴掌，我想打你很久了。招娣，这个世上早就没有招娣了。地贱至极。那又怎样？难不成到今日，你还想用那个不知所谓的户籍记录来要挟我吗？我都是要死的人了，临死之前拉个垫背的也不错。夫人，今非昔比了。若不是你们母子连心，我怎么可能会这么轻易地抓到你？你若是捅我一刀，那么受伤流血的可是你的宝贝儿子，你舍得吗？夫人，你别忘了，我伪造生辰犯的可是欺君之罪，是要诛九族的。伤心了？难过了？以前是谁千方百计逼我嫁给夏春风的？这就是你的报应。夫人，看在昔日的恩情上，我特意为你准备了上好的状元红，好让夫人一醉解千愁。皇上的旨意还没下，你就这么迫不及待？是，我就是要你死在我的面前。过去这么多年，我每一天都笼罩在你的阴影之下，我活得没有半分尊严。是你毁了我的前半生。若你痛痛快快地把这杯酒喝下去，或许侯府还能幸免于难。如若不然，夏卓风、夏纯风，你一生中最爱的两个男人，都会为你所累，永世不得翻身。你还有什么可笑的？
说的都对，但是有一件事你没算到吧？你一定把我的房间都翻遍了吧？啊？你找到你想要的那份户籍证明了吗？啊？你想知道它在哪儿吗？它在你最嫉妒、最恨的那个女人手里。她以前是你的情敌，将来将是侯府的女主人。怎么，你还想着我死以后你就能过安稳的日子了？啊？你还想着要放过她吗？我说过，你没有资格跟我讨价还价。只要你活着，你每一天都要去争，都要去争，你永世不得安宁。你给我说清楚，你骗我的对不对？你说谎对不对？你给我说清楚。情子误神，你也逃不过这一关。我在下面等你。疯子，疯子！为什么？为什么你到死都不放过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小师傅，小师傅，我想请问，你见过靖安侯府的夏侯爷吗？本寺从没有听说过有什么侯爷在。这位师傅，请问你有没有见过靖安侯府的夏侯爷？我是他儿子，我听说他在此地清修，我想接他回去。靖安府的夏侯爷，不就是你吗？父亲。阿弥陀佛，贫僧法号望尘。为什么？这是为什么？万事起于空无，亦灭于空无。施主，不必太执着了。你要是真的都放下了，说出来又会怎么样？贫僧一生罪孽深重，有的人因我而死，有的人因为我作恶，还有的人因为我失去了自由。贫僧心中万分的愧疚，本想以死谢天地，怎奈何六根未净，懦弱贪生。死前想后，唯有在这恩业寺中常伴，青灯婵娟，才能了此余生。你这是在怪我？怪我拆散了我们家吗？我谁也不怪，只怪我自己。如若当年我能够克己复礼，不对韩宁动心，韩宁就不会死。如果他死之后，我能够履行誓言，殉情而去，也不会害了尤氏一辈子。又如果，怎么会有那么多如果？好，倘若你真的心中有愧，你就应该回到侯府，承担你所有的责任。贫僧在剃度之前，已经恳请了皇上，把靖安侯的位置传给你。如今的靖安侯，不是我，而是你。所有的国家重任，
都落在了你的肩膀上。你明明知道，我连世子都不想当，你不觉得你这么做太自私了吗？我自私自利一辈子，岂止是今日？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将军夏卓峰，20年前就死在了战场上，剩下的只是一副行尸走肉而已。阿弥陀佛。父亲，父亲。怎么样了？他不会再回来了。啊？为什么呀？因为夏油氏一案牵连甚广，我父亲他这么做，是为了保全侯府，也是为了保全我。纯女，很多年以前，士林一带大旱，明玉他为了救济灾民，私斗军饷，结果我的父亲上书弹劾，我非常痛恨父亲，那时候一刻都不想待在侯府。所以你就让誉王殿下帮你假死逃走，你去做了拂衣公子。对，这么多年我一直与父亲不睦，后来我才发现，父亲这么做是皇上授意的。皇上是欺明玉，破坏了他的计划，他本来是想借旱灾之名，将石林谢万朝的羽翼剪除。可能这就是侯爷一直说的不得已吧。瑶瑶，我的母亲早逝，父亲也出家了，现在你是我最亲的亲人了。春驴，你也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亲最亲的人。以后你就是新的靖安侯了。咱们这个皇帝啊，既多疑又小气，我还真挺替你担心的。不过也没关系，大不了咱不干了，咱们俩出去环游世界去啊，就是你们所说的浪迹天涯。你说这些可是要掉脑袋的。那有什么？跟你在一起，我不怕死。为什么从你嘴里说出这些话，我一个字都不信呢？反正你开心的笑了就行嘛。你看，你看，不许再皱着眉头了，都不帅了。嘴角呢要45度上扬。那，给爷乐一个。乖。好了，我最亲爱的人。夏春风，你别喝了。别管我。我不管你，谁管你？你娘已经走了，这头七都过了，你连看都不去看一眼。我知道，你是怕去了会更伤心难过。你还在怪我吗？你可知你娘做了多少你不知道的事？你也做了很多我不知道的事。我明白，终究在你的心里，还是有哥哥更多一点。夏春风，你别喝了。别管我。我不管你，谁管你？你娘已经走了，这头七都过了，你连看都不去看一眼。我知道，你是怕去了会更伤心难过。你还在怪我吗？你可知你娘做了多少你不知道的事？你也做了很多我不知道的事。我明白，终究在你的心里，
还是有哥哥更多一点。那又如何？夏春风，你忘了你过去是怎么跟我说的了吗？你说在我和你娘之间，你选择站在我这边。你说无论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你都会爱我。现在呢？一切都变了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不就是喝酒吗？好，我陪你。刘丽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，不就是喝酒吗？你别喝了，你别喝了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我知道，都是我娘的错，我真的没有怪你的意思。是吗？虽然现在有一些难过，但是很快就会过去的。这还差不多。刘丽，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肠胃不舒服啊？我看你吐了好几次了。我没事，吃些酸枣就好了。明天我让小雅买一些备在家里。我还是给你请个大夫吧。那怕是要看女科了，我这个月的月信迟迟未来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恶心呕吐，月信未来。春风，我该不会是……你是说你……我们有孩子了，你快要当父亲了。我要当爹了。你是不想要他吗？是不是不想他有一个像我这么坏的娘亲？不是这意思。我要当爹了，我要当父亲了。好了，我现在闻到这些酒味就想吐，快去收拾收拾。好，我马上就去，等我啊。你别乱动，我马上就回来。你不是不要我过得好吗？我偏偏就要过得最好给你看。一直以来，厨师被人们认为是下等职业，很多父母指着厨师对自己的孩子说：“你以后要好好学习，你要是不好好学习，长大了就跟他们一样。”可正是我们这些下等人，把人们从茹毛饮血的蛮荒时代中解救出来，用自己的双手满足了无数人的口腹之欲。我呢，就是个厨子，还是个女厨子。从小我的梦想就是当一名厨子。为这事儿没少跟我爸打架。当厨子会苦会累，可是当我靠自己的努力，从不依附于任何人，我赚的每一分钱我都觉得特别硬气，花起来特别踏实。每当看到有人喜欢我的菜，吃菜时露出那种满足的表情，我打心眼里觉得特别幸福。我用心做的食物，可以满足别人的心情，满足别人的胃。我们有什么理由不为自己的职业感到骄傲？厨艺不仅仅是一门技艺，更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中华饮食文化的传承者，所以，我们有理由为自己感到骄傲。我为自己代言，为自己代言。好，今天就讲到这儿，谢谢大家，散了吧。哎呀，你怎么偷听别人讲课呀？如果我不来偷听的话，怎么知道我夫人这么厉害呢？哎，俗话说，教会徒弟，饿死师傅。而你呢？人家大厨个个私藏，你倒把什么绝活都交给别人了。我想办这个厨师班已经很久了，你知道，我们餐饮业呢最稀缺的就是大厨。如果这方面的人才大量涌现，一来可以降低厨师的成本。你看，哎呦，我知道你又要说我财迷了，你听我说完嘛。二来呢，可以增加很多的选择。三来，办这个厨师班对天上居也是一种宣传呀。既然誉王殿下愿意友情赞助，
我当然第一时间把它办起来了。那你这算盘打得真是响啊！可是我很好奇，我们家的小财迷怎么就突然生出了宏图大志呢？我本来就是一个有志向的人，正是因为我知道我的理想不能靠我一个人实现，所以我才需要千千万万的同道中人跟我一起努力，把它变成所有人的理想。我知道，跟你开玩笑的。我当然知道，我的瑶瑶是本朝无人可出其右的奇女子，讨厌，是吧？哎，给你介绍一个人。谁啊？春雨哥哥，瑶瑶姐，你不就是那个？对呀，就是我，咱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了。她就是我格木舅舅的独生女，西美阿软公主。哦，她来京城是为了……哎呀，不说那么多了，瑶瑶姐，我想吃冰淇淋。啊？好吃，太好吃了，比李瑶做的好吃多了。你说的那个李瑶请你吃冰淇淋？当然，不过他实际上是个骗子。啊？他趁我吃得开心，又喝醉了酒，就偷走了我的镯子。他不是那种人啊。哎，你跟我说说，你们俩到底怎么认识的？这就要从天上居说起了。后来我就回到了关外，然后他就真的追过来了。不过他根本就打不过我，所以我当然不能把镯子还他了。不过他这人也是倔，一次又一次找我挑战。哎，我看着他从当时的手无缚鸡之力变成稍微会点花拳绣腿，也是很不容易了。在武功这方面，我可是他的师傅。所以他输给你，就请你吃冰淇淋了？也不只是冰淇淋，还有冰皮月饼啊，红豆双皮奶啊。他说呢，这都是天上居的好东西。这个人呢，说起吃来就是一套一套的，还说自己是什么京城第一金舌头。以前啊，他只会吃，现在都会做了。是啊，还不都是因为你吗？哎，看来我果然没找错地方。你们跟他很熟是吧？快把他叫出来，让他还我镯子。哎，姑娘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这个镯子是他的，他拿回来天经地义，你为什么让他还给你啊？我不管，他没打赢我，他就是我的奴隶。他现在跑了，我当然要把他找出来了。哦，好，现在呢，我问你几个问题，老老实实回答。他一共找你几次了？很多很多次吧，记不清了。哦，你们每次都只是打架吗？也不只是打架，他有时候呢做东西给我吃，或者是讲故事给我听啊。你们这样看着我干什么？他是我的奴隶，当然应该要做这些了。按理说这关外酷热，他带冰淇淋给你吃，难道不会融化吗？没有啊，一点都没化。哎，他那次跑得满头大汗，抱着厚厚的棉被就裹了这么小的一个冰激凌，好像死了，真的。好，最后一个问题。你现在是不是特别想见到他？当然了，我白天黑夜除了睡觉，每时每刻都在想着他。哎，也不只是这样，有时候做梦我也会想到他。哦，不对，是有时候做梦也会梦到他。哎呀，你们不要误会啊，他只是我的奴隶，我只是想要拿回我的镯子而已。好，这个忙我们帮定了，放心吧。包在我们身上。嫂嫂在吗？在呢。嫂嫂，你怎么来了？找我有事儿啊？我知道嫂嫂是名厨，但厨房里的活干得多了，总会损伤双手的。这是宫里御赐的羊脂露，早晚擦一些在手上，可保肌肤娇嫩。护手霜啊？你确定这是送给我的？之前琉璃太过骄纵任性，不少地方得罪了嫂嫂，还请嫂嫂不要放在心上。之前蠢驴跟我说你转性子了，我还不相信。哎，好了，我这个人啊，
最大的缺点和最大的优点都是记性不好、健忘。哎呀，已经过去的事儿，过去就过去了。这个，谢谢了。既然嫂嫂不计前嫌，那琉璃的东西可否还给我了？啊？什么东西啊？看来是琉璃的诚意没能打动嫂嫂。我没拿你什么东西啊。这个你刚才给我的。嫂嫂，眼下我们已经是一家人了，难道琉璃出事，嫂嫂能够讨到什么便宜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还请嫂嫂把下游市交给你的东西还给我。他没给我什么东西啊。真的吗？对啊，他跟你说什么了？不会是你去牢里看过他吧？哎，他突然喝毒酒就死了。你别胡说八道，那毒酒是皇姑姑御赐的，与我无关。我又没说你什么，你紧张什么呀？我是想说，他被抓那天我没在场，后来一直在刑部大楼里关着，我也没去看他，他能给我什么呀？那之前呢？你再好好想想，或者他有没有托人转交给你什么东西？真的没有。其实吧，你跟他的关系，蠢驴跟我说过了。你是不是被压迫得太久，心里特别的憋屈，得了那个什么被迫害妄想？放肆！淳于哥哥知道我什么事？他都跟你说什么了？啊，我说错话行了吧？我说错话了。我们夫妻间的事儿，就不用跟你说了吧？我本来就对你们的事情不感兴趣。今天，你要么把我的东西还给我，要么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我什么都没有，我拿什么给你啊？再说了，你今天来干嘛来了？口口声声嫂嫂嫂嫂的，装的吗你？叶景轩，我之前是害过你，可你也别欺人太甚。你以为你拿着那份东西，就可以踩到我的头上来要挟我吗？别忘了，我还是郡主。就算是现在，你变成了侯府的女主人，可你还是厨子。我不想跟你在这胡搅蛮缠了。出去！你到底给不给我？不给，不给，不给，我就不给！我一天的好心情都被你给搅和了。叶景轩，你到底给不给我？你干嘛？你放开，放开！我跟你说，就你这性格吧，我还真得拿点什么宝贝好好治治你。你给我出去！还有这个，拿走！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！郡主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多少钱？你告诉我，我赔你个新的，行了吧？我们走。郡主，你是有身子的人了，你别气坏了身子。郡主，我怎么莫名其妙？你说叶景轩这个态度，他是不是真的没有那份记录啊？我看不大像。为什么？这女人呢，都是有嫉妒心的。从前您和侯爷的事情，她也不是不知道。再加上她现在做了这侯府的女主人，如果我是她，还不得把以前受的气都讨回来？更何况，她最后不是都承认有那个东西了吗？你说的有道理。设身处地的想一想，如果我得到这么个好东西，我也会拿在手里，不会轻易交给仇敌的。郡主，她以后要是当家做主了的话，不会想着把我们赶出侯府吧？那我们也太命苦了。他敢！小雅，我告诉你，我是高高在上的郡主，我一天是，就一辈子都是。我好不容易拥有现在的一切，他休想破坏掉。小姐啊，你真的是长大了。夏夫人，果然跟以前不一样了。长高了，黑了。我和以前都不同了，你不再是以前的李瑶，所以我也不再是以前的贺连锦了。那你就冒用我的名字撩妹吗？什么？我是说，你干嘛欺负一个关外来的小姑娘？哎，
千万别说那个镯子是你的。你们不是说好了谁打赢了归谁吗？你见过阿软了？我告诉你，他就是爱黑白颠倒。你又输了。不过已经进步很多了，居然在我手下过了30招。哎，对了，你今天准备了什么好吃的呀？你真是敲竹杠从来都不害臊。哎，算了吧，我就知道我赢不了你。东西呢，我已经带来了。这就是天上居的特色菜，有什么稀罕的？不就是我们关外的涮肉吗？一点也没有冰淇淋那些好吃。这不同的9个格子，代表着不同的油料和不同的温度，不同的食材切成不同的形状，或条或块，还有切片，可以获得不同的口感。当然了，最重要的就是这9个格子，给你分得清清楚楚。这1、2、3是你的，剩下的6个是我的。凭什么你6个我3个？这不公平！哎，你是个姑娘嘛，试这么多干嘛？算了，你4我5，行吧？不要紧，我吃你格子里的不就行了吗？你干嘛？这有我的口水。没关系啊，我不嫌弃你啊。不是，我嫌弃。你敢？倒酒。这还差不多。看在你好不容易准备了这么多东西的份上，我就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原谅你了。来，干杯！那我要吃这个。这是我的，这是我下的，你下的是在这儿。这么小气干嘛？我就要吃这个。不行，我的，这是我的，这全都是我的。公主，总算又找着你了，你干嘛老躲着我呀？哎，你看看，我泰山人长得帅，身材又好，哪一点不合你心意啊？你不跟我好，却偏偏跟这个废物在一块儿。不是，你说谁废物呢？说你呢。哎，住手！泰山，你看你长得这个样子，哪里有他长得好看呀？我哪里都比他好看。哼，兔爷，老子玩死你！阿软，你没事吧？还是罪该万死。怎么样？没事。把手撒开！这位大哥，其实这是个误会，只要他肯把东西还给我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见他。你说什么呢？你敢跑一个试试？你可是我的奴隶啊！公主，我也可以做你的奴隶啊！我不要你，我跟你说了好多次了，你为什么就是不肯听呢？可是我真心喜欢你啊！这样，你知不知道做公主的奴隶要先回答问题，通过考试了，你就别说做她奴隶，你娶她都行。说什么呢？你别吵，要是回答不上来，当然了，你以后就再也不能来骚扰她了。那好，你说吧。有个牧民家里回养了鸡和兔子，某天他让儿子去清点数目，他儿子回来说有35个头和94条腿。那么请问有多少只鸡和多少只兔子呀？35、94，兔子有4条腿。对，鸡有2条腿。这怎么算啊？很简单，我们假设兔子把2条腿抬了起来，那么此时地上鸡和兔子的腿是一样的，一共有70条腿。但实际上呢，兔子有2条腿是抬起来的，那么94减去70就是24条腿，24的1半是等于12，就是兔子的数量，剩下的23就是鸡的数量。明白了吗？没明白。我该怎么和你解释呢？要不然咱们比射箭。可你别忘了，阿软未来的驸马不仅仅要骑马射箭，还要管理国家事务。你连一个牧场你都管理不了，你怎么管理国家事务？还有啊，大丈夫呢，一诺千金啊！李阳，我以前怎么没有发现你这么聪明啊？那是。公主，我再也不来找你了，你保重。好，继续吃火锅。鸡兔同笼的问题啊！哎，我要是做都得用2元1次方程，你居然用口算和心算就算出来了，人才啊！可以的。那我问你，我帮了他这么大一个忙，啊，那我拿回镯子是不是应该的？
然后呢？郡主啊，您今天睡得可真香。身子乏得慌。这10月怀胎啊，肯定很辛苦。一会儿去满爷请的大夫就到了，让他给您好好瞧一瞧。怎么了？郡主，您看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郡主，您别吓我，您快上床躺着。今日是初几？初8。初8？这不可能。以前我月经有时候推迟，也曾推迟到初8。不，这不可能。郡主，您的意思是？大夫还没有来为我诊过脉，我怕是我空欢喜一场。郡主，经理，郡马爷回来了，快！来，把东西小的放这儿，大的放那儿。今天感觉怎么样？御医一会儿就过来了。御医？你今天进宫去了？对啊，我把你怀孕的好消息啊，告诉长公主殿下了。她别提有多高兴了，病都好了一大半了。哎，你看这些东西，都是她赏赐的，有各种各样的补品，还有小孩穿的衣服，男孩的、女孩的都有。哎，再给你看看这个。你看这块玉，这是西域高僧开过光的宝玉，据说啊是保母子平安的，是贡品，整个皇宫就只有这一块呢。剩下的东西啊，都派人送过来了，估计家里都堆不下呢。今天还是别让御医来了吧？为什么啊？因为我就是不想看御医了。为什么呀？没有为什么。哎，好好好，你别动气，别动气啊！哎，对了，你看这件小衣服好看吗？这个呀是长公主殿下亲手为我们的孩儿所挑的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啊？你刚刚说御医，是御医院的张御医吗？好像不是，好像是姓杨的御医。我从小到大都习惯了让张御医照顾，我不想换其他人。可是杨御医已经快到了。我说了不想让杨御医看。好，好，你别动气，你千万别动气。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，好不好？对了，小雅，那个你去交代一下，就说夫人不看了。是。我一会儿啊去翰林院找几个大学士，为咱们的孩儿起个好名字。这孩子估计还没成型呢，何必急于一时呢？也对，是我高兴的太着急了。对了，我听说孕妇特别容易腿抽筋，我来帮你按按吧。哎，不要！怎么了？我是怕给人看见不好。哪有什么人啊？再说了，丈夫照顾妻子不是应该的吗？春风，我想问你，如果我没有这个孩子，你还会这么关心我吗？你说什么呢？我知道了，一定是我前一段时间太沉溺于悲伤了，忽略了你的感受。你放心，已经过去了。我们一家3口，以后啊一定会特别特别的幸福的。舒服吗？来，只有这些？不然呢？那是我想多了。我还以为西敏公主因为你的聪明才智向你表白了呢。怎么可能？来，干了他。喂，你说，你这个奴隶当的真的挺好的，又会做很多好吃的东西，而且还打不过我。要不然我娶了你吧。
那叫嫁。那你嫁给我吧。这不叫嫁，你嫁给我，那才叫嫁。我嫁给你才叫嫁。那我就嫁给你吧。红烛落去，流光映你眼底，一眼万年。不行，我用尽全力不行，逃出你手心。那不行的话，就算了吧。早已布下陷阱，笑声断无处，你只愿无限。飞花落，花间不见你身影。笑我本从不懂你的言语，一朝一夕，刻入掌心的唯一。越是惨情若分苦痛，情泪起似如销魂灵。我就站在原地，为你与天为地。时光机穿梭成幻影，浮生云叠撞进宿命。我就站在这里，轮回中守护你。想什么呢？没什么。不会真被我猜中了吧？当然不可能。不对啊，你们俩又不是第一次吃饭、喝酒、打架，怎么就那一次偷偷的把镯子给拿走了？那是我的东西，我想什么时候拿回来就什么时候拿回来。哦，误会，看来是我误会了。看来明天阿软公主嫁给一个又老又丑的糟老头子，跟你没什么关系了。不是什么？她嫁给谁？怎么了？跟你有关系吗？没关系，我就好奇问问。你知道啊，阿软公主来我朝是和亲的，但是她又不想要一段政治婚姻啊，所以明天呢就在天上居搞一个比武招亲，谁把她打赢了，她就嫁给谁。他就是想骗我出去，我才不信呢。就是，我也不相信。哎呀，天色也不早了，那个蠢驴还等我回家做饭呢。我不跟你说了啊。不是，哦，对了，你也别太着急上火，反正也跟你没什么关系。走了，拜拜。不是，那他，哎。各位乡里乡亲，大家好！好！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天上局来观看我们今天的比武招亲大会。这位是我们今天的女主角阿软姑娘。我们的规则是，今天谁只要打败了她，就是她的金龟婿。现在呢，我在这里郑重宣布，比武招亲大会正式开始。布置场地5两，每个托每人1两。小景啊小景，为了你的终身幸福，我可是下血本了。他会来吗？你不是跟我说他已经知道你骗他了？如果是我比武招亲，你明知道我骗你，你来不来？那可不一定。小景他现在可是用的你的名字做你做的菜，他肯定忘不了你啊。还有啊，
你们那天除了说阿软的事情，还说了些什么呀？行了，你别吃醋了，好好当你的吃瓜子群众吧。各位乡里乡亲，大家好！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天上局来观看我们今天的比武招亲大会。这位是我们今天的女主角阿软姑娘。我们的规则是，今天谁只要打败了她，就是她的金龟婿。现在呢，我在这里郑重宣布，比武招亲大会正式开始。布置场地5两，每个托每人1两。小景啊，小景，为了你的终身幸福，我可是下血本了。他会来吗？你不是跟我说他已经知道你骗他了？如果是我比武招亲，你明知道我骗你，你来不来？那可不一定。小景他现在可是用的你的名字做你做的菜，他肯定忘不了你啊。还有啊，你们那天除了说阿软的事情，还说了些什么呀？行了，你别吃醋了，好好当你的吃瓜子群众吧。来了，在那边。钟晓，钟晓。好，下一位。嘿嘿，你干什么？反正你以后都是我的人，要不我给你穿上。太好玩了！你这招也太损了。电视上学来的。这个时候，如果小简不上去当波精，那就太不男人了。哎呦，被你猜中了。不要脸！李阳，你终于来了。哎呀，不打了！李阳，你真厉害，快帮我把鞋子穿起来，快啊！快啊！我连你都打不过，却这么轻易把他打倒，你果然是骗我的。我不管，反正你都来了，我想死你了！在一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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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简直是胡闹！李阳，你别走啊！这怎么没按照我的剧本发展呢？小景，你听我说，哎，小景，你听我说，小景，大瑶瑶，哎，我来。没事吧，瑶瑶？你没事吧，大瑶瑶？来，我给你揉揉。没事。你们都是故意的。小景，你听我说，小景，阿软，你愣着干嘛呀？快去追啊！追啊！哦，李阳，你给我站住！小景，哎，干嘛呀？这么多人呢？你不是摔着了吗？我哪有那么严重啊？行了，
站住！你还想干嘛？把镯子还我！凭什么？当然是凭奴隶吗？我答应过你吗？啊，你这个人真的是莫名其妙，自说自话。别跟着我了，好不好？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。哎，不当奴隶也行啊，那你当我的徒弟。你看你的功夫都是我教的，你好歹叫我一声师傅吧！啊，快叫一声！李阳，你要是再不停下来，我就把你的事情到处说。什么事？我呀，都看出来了，你喜欢天上居的老板娘，也就是夏夫人，我瑶瑶姐。哎，不是，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呢你啊？哦，你看你心虚了吧？原来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你心心念念的大瑶瑶就是她呀，难怪你要叫李瑶，而且还做天上居的美食给我吃，但是你做的一点也没她好吃。你还知道些什么呢？多了，就比如你刚才想扶瑶瑶姐没扶成，脸那个臭哦。你别走啊！你敢走，我就告诉淳于哥哥。你爱怎么说怎么说，夏淳于他什么都知道。那么凶干嘛呀？不说就不说嘛。你把镯子还我，继续做我的奴隶不就好了吗？这个是吧？给我！我告诉你，我是喜欢大瑶瑶，这个是我要给她的礼物，我是不会给你的，你知道吗？但你没有送出去啊，这不是？没送出去也不能戴在你的手上。我不管，我就要！你干嘛？你！现在你满意了？干嘛？把我放开！瑶瑶姐都嫁人了，你还敢想着她？我今天就要大比淳于哥哥消灭你！跟我走！哎，你要干嘛？你猜吗？流氓，你干嘛？哎呀，细皮嫩肉的，真是一块好画布。你要干嘛？我想了想呢，你跟瑶瑶姐之间的信物确实不太合适，再做咱俩之间的凭证。所以呢，我想了一个好法子。你别过来！你放心，不会很疼的。你有了我们西敏专属的威猛狼头标志，从此以后就名正言顺是我的奴隶了，就像是牧民给家里牛羊盖戳一样。而且你别想洗哦，洗不掉的。别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！你没这么威猛吧？阿软，你看我杀了你！我，阿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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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姑娘，你，公主。是你啊，我认得你，你就是那个誉王殿下。对，上次在宫里也是你扶的我。哎呀，唐突了，公主。不用叫我公主，叫我阿软就好了。好。哎，你这么匆忙是要去哪儿啊？哦，现在呀，天花肆虐，我这儿有一个预防天花的方子，特别有效，我想教给更多的人。我听过那个病，很可怕的。但是我父王在我小时候给我穿过染了这个病的小孩的衣服，这样我就不会得了。啊？那你这个方法呀，不是特别有效，而且呢有风险，比我这个呀差远了。那我倒要去看看。那走，好，跟我走啊。忍住啊！好了，这未来几日啊，孩子会稍稍有些发热的症状，但是呢，很快就会好。等他这个伤口结痂脱落啊，牛痘就算种完了，这辈子都不会得天花了。
谢谢您啊，您真是大好人。谢谢，谢谢。牛痘，不就是牛身上长的疹子吗？这对天花真的有效？有效啊！原本我们也不相信，但最近村子里起了天花，接触过病人的大夫都得病了，唯有这位公子好好的，他给我们都种上了牛痘，我们也不受传染了。哇，这么神奇！看来誉王殿下你不但心地好，而且还有本事嘛！以后当了皇帝，肯定是个好皇帝。哎呀，是誉王啊！原来您是位皇子，参见殿下。大家快起来！大家快起来！起来，快起来！活菩萨呀！大家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！皇族为百姓做事，救助百姓，这是分内之事。但是做皇帝这种话，让不知情的人听到会很麻烦的啊！你们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哦，对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谢殿下，谢殿下。你们南朝规矩多，是我说错话了。不过种牛痘是吧？我也会了，我来帮你。好啊。谢谢公主。我都说了不要叫我公主，叫我阿软就行了。哦，对了，这个法子你是怎么想到的呀？啊，这个法子呀，实际上这个法子不是我想的，是一个叫做秦娜的人想的。秦娜，好怪的。爱德华秦娜也是我们西闽人吗？一苗他也是外族人，但不是西闽人。哦。哎，瑶瑶姐，你怎么来啦？哦，找你啊，看看你跟小锦怎么样了。对了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呢就是认识。叶姑娘。叶姑娘，你这是？怎么了？你可真行啊，瞒我瞒得死死的。我就是头猪，早就应该发现，一个古代人怎么可能会明白什么指纹啊、水果罐头这些东西？要不是你给人种牛痘，我估计被你骗一辈子。哎，当不当我是朋友啊？叶姑娘，你在讲什么？我实在是听不懂。我们之间是不是有误会啊？装，还装！你再给我装！你以为我愿意装啊？你不知道装古代人多累啊，还得天天的不是知乎者也的，就是这个，可撑啊，对吧？你看这衣服穿的这什么？你还记得咱俩在实验室看到的那道光吗？我好像看到了。我也看到了。不用怕，我来保护你。自打那之后，我就晕过去了，什么都不知道了。等我再睁开眼，就出现在夏纯玉的卧室里。我当时特别迷茫。这是什么时代啊？这都什么人啊？后来我听说呀，誉王曾经是被人追杀，然后撞到了头。哎，我一想就借这事儿，干脆装失忆，就不会引起别人怀疑。不对啊，那你怎么能穿越到那个时候呢？按说咱们俩是一起穿越的，那穿过来的时间也应该是一样的呀。不一定。相对论里讲过，在宇宙中3维空间跟4维空间是交叠的。当我们穿越的时候，就从3维空间跳到4维空间了。但是在4维空间里面，一切都是瞬间了。所以我们穿越到哪儿，白话讲，随机，明白吗？你果然还是那个科研员，说话一套一套的。行，我暂且相信你。但是你不认识我了，你干嘛不跟我相认啊？哦，我问你，你还跟我打马虎眼啊？我不敢呀。有什么不敢的呀？是不是有事儿瞒着我？我问你个问题啊。你刚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你就没有一丝恐惧吗？主要我以为我能回去。不是你跟我说的吗？满月的时候会有什么高维空间虫洞效应，我还信了。但是最后没回去的时候，我确实还挺难过的。嗨，想要穿越不能光满月，得同时具备月眼宝星团还有血月石的条件才能穿越。哎呦，我就说吧，我还以为我那戒指没用了呢。
看来我是误会人家蠢驴了。戒指？嗯，那戒指在你手里啊？在啊。那你快给我啊！啊！瑶瑶，你的戒指呢？嗨，那个我早就收起来了，反正也没有什么用。那你一定要小心收着。不知道为什么，那件绝世神兵跟你的戒指很相似。我不是以为能回去吗？后来没回成，一气之下我就跟蠢驴吵了一架，把戒指扔水里了。扔水里了？哪儿的水里啊？黑风寨的呀。这么重要的东西，你怎么不捡回来啊？黑风寨早就没了，都死光了，都怪你，啊不，就是你之前那个誉王给害的。哎，你别愣着，你快回答我问题啊！你为什么不跟我相认啊？我刚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办法信任，包括你在内。我知道你刚开始到这儿的时候也是这样，对吧？嗯。但是后来呢，我发现你跟淳于啊，你们两个人是真朋友，真的可以互相交心的。不过你换个角度想想，我真要想瞒你，我何必在你面前用现代科技啊？我要想藏怎么藏不住啊？听起来有点道理，但是……哎呀，没但是了。本来我算好啊，未来不久，血月石跟月岩卯星团又出现了。如果有戒指的话，我们能借着机会再回去。可现在戒指没了，完蛋！哎，这就是命，没办法。其实你挺好的呀，你现在可是皇子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回去又怎样？回去你就是个穷困科研员，没车没房没恋爱，研究成果也被人给盗取了。待着吧，挺好的。挺好什么呀？你是挺好的，在古代还找了一大侠，谈了一段穿越时空的恋爱，是吧？我呢，好不容易跟你这现代人相遇了，您倒好，天天跟一古代人跟我这撒狗粮喂我吃，真够讨厌的。我跟你讲，哎，笑什么呀？幸灾乐祸？不是，我是说，终于有人跟我用一个语言系统说话了。哎，你想宽点，哥们儿，从此以后你就有我们这样的好朋友了，你的生活再也不会孤单寂寞冷了。你可以用你的新技术开挂造福一下人民啊，多酷啊！就像我的梦想就是当大厨，开餐厅，现代一个都没实现。可是，在古代呢，我全都实现了，还拐了一个帅老公。然后你现在还多了一个懂你、理解你的现代朋友，还是个皇室。是，太棒了！耶！是我20。哎呀！我赢了！你说的要喝。 50是我，20是我，50是我，20我，50是我，20是。呀！你刚才那杯还没喝呢。殿下，怎么了，孟云？嗨。哦，户部的陈大人、礼部的刘大人和兵部的赵大人都送来了拜帖，请您赴宴，说是有要事相商，您看怎么回话？肯定是因为我复位了，才过来巴结我的。这样，你随便想两个理由推掉就好。好。我刚才就想说了啊，你穿过来没多久，你古代东西学的也太快了吧？哎，你刚才像模像样那样啊，推了就好。表演系的吧？这不是古装片看多了吗？而且我虽然是个理科生，但是我文科也不错呀。你别说我，你学那个侯府夫人学的也够像的啊！来，继续。哎，不玩了，3局2胜。你先把欠我的那杯酒给喝了。你也输了啊！你先输的。一起喝。啊，行，一起喝。来，走一个。要说吧，我都适应古代了，觉得古代也还行啊。但是看到你之后呢，我还是觉得现代好。我特想我那手机。别提了，我那手机上面全是我喜欢的游戏，真的。我平常就宅在家里玩手游。同道中人啊！哎，你手机里有没有那个3D 九州天空城那个游戏？星流数6阶。哇塞，大神啊！膜拜！哎，你是不是翅膀特大特好看？大神，求带飞，带我飞，你带我飞吗？他们何时如此亲密？当然了，结成师徒就可以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咱直接结为夫妻。我觉得结为夫妻升级更快。什么夫妻？是吧？
都死吗？那温泉。对，我也是泡温泉。下次咱们一起泡温泉，然后再生个孩子。行啊，生宝宝。你们聊什么好事？聊得这么开心？哎，春月。一些不能实现的事儿。对。你是不是听到什么了？不能实现的东西有什么好聊的？春月，你真的听不懂？说你也不懂，对，你真听不懂。你不说我怎么会懂啊？不是春月，这些事说了，你真的不懂。对啊，就你懂，我不懂。我夏春雨浪迹天涯那些年，走遍了大江南北，有什么东西是我没见识过的？手游，你懂吗？量子力学，你去过美国吗？啊，你去过美国吗？我当然去过了，拉斯维加斯。哇塞，你干嘛去了？我跟我导师去。哎，春月，你老公的醋坛子打翻了。一猜就这样，那我还不能有几个异性朋友啊？得让他适应适应，以后咱们俩肯定经常一块玩的。哎，瑶瑶，你不会想跟他说咱们俩是现代人吧？我之前好几次都想跟他说了，哎，要不然就借这次机会跟他解释下，省得误会咱们俩。不行。为什么呀？你千万别犯这个傻，你好好想想，咱们俩是现代人，咱们现代人对穿越时空这种事是能理解的。他们古代人不一样，他没这概念。你说咱们跟他说我们是现代人，那不把咱们当怪物抓起来给研究了吗？这都是小事儿。你说就把咱们当成魔鬼杀了怎么办？有道理，对吧？而且你再退1万步讲，就算夏春雨接受了啊，接受你是个现代人，他能接受我吗？他一开始认识的就是你叶佳瑶，不是叶锦轩。我呢，我告诉他，其实郑明玉早就死了，那还能把我当朋友吗？而且你记住了，咱们2个人才是一类人，知道吗？永远的一类人。知道。啊。今日长公主殿下送了百岁衣来，说是提前准备好的。您说奴婢是收还是不收啊？你傻吗？皇姑姑送的东西哪有不收的道理？奴婢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，这一天天下去也不是办法。您什么时候才和君满爷说实话呀？你懂什么？万一在这个档口，叶锦轩把我的东西交给皇姑姑怎么办？我好不容易才跟皇姑姑和好。还有春风，你以为尤氏死了，他心里一点都不怪我吗？这个孩子来得及时，我不能没有他。可是这日子久了也瞒不住的呀。我不着急嘛，你不要烦我了。蠢驴，你要不要这么傲娇？我做什么你都不吃。吃不下。不如我们一起去泡温泉去。泡温泉？这么热的天，你泡温泉？你不是喜欢泡温泉吗？哦，某些人还是听到啦。哎，那个温泉不是真的，咱们俩不能一起泡。为什么不能和我一起泡？我是你的相公，我为什么不能跟你一起泡温泉？那你就可以跟别的男人一起泡吗？还有什么当夫妻生孩子？你们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你笑什么笑？有什么好笑的？我跟你说，云雨她今天就算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普天之下我什么都可以让给她，就是你我是不可能让给她的，一丝头发我也不让。继续说啊，继续说，我爱听。哎，我知道你这个人很爱钱。好，他贵为皇子，我只是一个侯爷，但你想要的东西，我都不惜一切的送给你，不是吗？哦，原来你是这么想我的呀！我这个人就是没有他有趣。云雨他擅长种什么牛痘的，哎，但是我有我的好处。好啦，你这个人脑洞真的是大。那个温泉夫妻生孩子都不是真的，是我跟他一起看过的一个小说里面记载的。还不明白？就是像做梦一样，不是真的。做梦也不行，做梦怎么可以一起泡温泉呢？还要做夫妻，生孩子。好，是我错了，大醋驴。这个厨子，你可真好。是啊，
他命都这么好了，为什么还不肯放过我呢？小雅，我觉得我很快就不用装下去了，去叫张玉一来。是。据那位废太子招供，天鹰派的人已经被咱们搅得差不多了。但奇怪的是，没有人知道你所说的那个神秘盒子。这明显他不会撒谎吧？运王的事，皇上差一点要了他的命。他为了保命，什么都说了，不至于隐瞒你所说的那件事。还有，更奇怪的是，夏尤氏什么罪都认了，唯独杀害玄孽大师这一件，他死不承认。他还说，当时被你爹囚禁在东院，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。淳于兄，最近你要多加小心。天鹰派尚有漏网之鱼，我怕他们找你的麻烦。我知道了，胡兄。哎，淳于，是你？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又来找瑶瑶了？你看，瑶瑶说你爱吃醋，果真是。哎，她没跟你解释清楚吗？先不跟你说这些了。最近皇上他传召了几位内阁大学士，商量立储之事，你怎么看？啊，我还是觉得大臣们更看好正在驻守南越的晋王。储君之位，我就不奢望了。虽然你的母亲不够尊贵，但皇上因为七桥图的事冤枉了你。我看他对你颇有愧疚之情，你还是有赢面的。但愿如此吧。经历过这些事情，才知道谁是真心的。淳于，如果真的有那一天，我一定不会负你的。淳于，没事，小心！于，淳于，这伤口发麻，有毒。天鹰派的标志非常相似，却又不同。刺杀你们的人已经证实是天鹰派余孽了。可为什么天鹰派会有两个不同的标志呢？不仔细看，还真的看不出来。你知道天鹰派分明部和暗部吗？这个是天鹰派以前的标志，暗部吞并明部以后，他们就换了帮主，标志也换成了这个。所以现在天鹰派行凶佩戴的应该是这个标志。这么说，刺杀玄孽大师的刺客不应用旧有的标志，他们是想伪装成天鹰派，但并不知道这段内情。有人故意把我们的关注点引向天鹰派，希望我对付尤文贞和他背后的太子，并且拿走了黑风寨的绝世神兵。这般煞费苦心的想得到绝世神兵，此
刺杀你们的人已经证实是天鹰派余孽了。可为什么天鹰派会有2个不同的标志呢？不仔细看，还真的看不出来。你知道天鹰派分明部和暗部吗？这个是天鹰派以前的标志，暗部吞并明部以后，他们就换了帮主，标志也换成了这个。所以现在天鹰派行凶佩戴的应该是这个标志。这么说，刺杀玄烨大师的刺客不应用旧有的标志，他们是想伪装成天鹰派，但并不知道这段内情。有人故意把我们的关注点引向天鹰派，希望我对付尤文珍和他背后的太子，并且拿走了黑风寨的绝世神兵。这般煞费苦心的想得到绝世神兵，此人，你的任务是什么？是尽快找到旷世奇兵。明明铁证如山，你为何要死脑筋？但明玉如今已经失忆。你去过恩业寺吗？壁画后面藏的东西是你拿的吗？你说什么？恩业寺？哎，你在家呢，我还以为你有公务要忙呢。明玉受伤了，你怎么不去看他？你怎么知道他受伤了？你去看过他？对啊。不会吧，你又吃醋了？哎，你讲讲道理好不好？人家是因为你才受伤的，你也不去看看人家，还是不是好哥们儿？我说你最近怎么跟他走得这么近？他是不是在你身上花了什么心思？你看，又来了。我跟他真的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。那你说是什么关系？我跟他是同乡，他乡遇故知的感觉，你懂吧？你胡扯！你生于南安城，他生于京城，怎么可能会是同乡呢？哎呦，你就当我说的同乡是个比喻，比喻行了吧？总之你不要每天胡思乱想了。总之你以后不要再给我靠近誉王了。我跟他真的是，哎呀，这里面真的有误会，你怎么就……我叫你别靠近就别靠近了吧。凶什么凶啊？我告诉你吧，现在这个郑明玉和以前那个郑明玉不是一个郑明玉。我当然知道，他不对，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没事。蠢驴，你以前有事，你从来都不会瞒着我的。我只是怀疑，从以前到现在，我是不是都做错了？什么事儿？等我查清楚了再跟你说。哎呀，到底什么事儿？我最讨厌你说话说一半了。你别再问了。瑶瑶，听我说。总之，从今以后，你不要再跟誉王见面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还是在吃醋啊！哎呀，我跟你说啊，这大男子主义真的得改一改。1次2次我可以原谅你，你这么天天作，谁受得了啊？再说了，我作为一个现代女性，交几个异性朋友没什么问题吧？哎，你上哪儿去？你给我回来！一言不合你就开始摔门，长本事了你！真爱真爱，一整天的好心情都被你给破坏了，你双倍赔我！来，慢点啊！来，别磕着底啊！对，来，就放这儿啊！明月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伤怎么样了？没事儿，一点小伤。哎，你们下去吧。是。哎，瑶瑶，和面机，哎，跟现在的没法比啊，但是能凑合用，省时省力了，还为你。谢了。哎，没事。怎么了？有心事啊？咱们俩要不以后还是少单独见面吧？为什么呀？你说呢？咱们是朋友，见面怎么了？是，当然是啊。可是蠢驴他毕竟是古代人啊，他再聪明再厉害，思想高度跟咱们还是差好几千年呢。所以说嘛，咱们是同类人，同类人得多接触。
啊？可能这也无关古代和现代吧。你说，蠢驴身边要是天天有个女孩，跟那女孩玩的特好，我肯定心里也不舒服。也是。对，看看你的发明吧。好啊，瑶瑶，说实话，如果穿越的时候咱俩在一起就好了。嗨，你不是说那是4维空间吗？那咱们怎么控制啊？现在不是挺好的，咱们俩通过蠢驴又重新相认了。你看啊，你是他的好哥们儿，我是他的好老婆，那咱们俩自然也是好哥们儿了，对吧？对。哎，看看这个和面机啊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使用原理很简单。这样，你去拿面，大量啊。好，你就把面倒进去。哎，你看，你这个不就是那个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？就那个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就这么转，一直这么转啊，想怎么转怎么转，多好。其实，哎，你看，我是不是该告诉他，戒指还在我手里呢？嫂嫂，嗨，嫂嫂，你这每日早出晚归的，这好不容易才见上，怎么见到我就躲呀？我没有啊，我怎么可能会躲你呀？我这不是工作忙吗？孕妇最可怕了，你当我宫斗剧都不爱看的吗？那就好，我以为那日的事嫂嫂还放在心上呢，不然，怎么对你未来的侄儿不闻不问呢？不能够，改天我找个人打一个长命金锁给你送过去，你安心养胎啊。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，拜。等等，嫂嫂可是厨艺圣手，我还以为我腹中的孩儿能吃到你亲手做的美味佳肴呢。哼，吃的东西最说不清楚，我又不傻。他那么小，尝不出味儿来。再说郡主，你不是有专人照顾你的饮食吗？我怎么能给你乱吃东西呢？嫂嫂，你来摸摸它，它在动呢。来呀，来呀！不用，真的不用。嫂嫂，你站那么远干什么呀？怕我吃了你？我这不是总在厨房，身上全是油烟味儿，我怕我熏着你。那个，我真的有事儿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哎呀，你怎么了？嫂嫂，我这肚子突然有点疼，你过来扶我一把。绝对不能扶。小雅呢？小雅，她上街买菜去了。哎呀，嫂嫂，我就这么遭你嫌弃，让你见死不救？不是，我不对啊！侯府那么多佣人，哪轮得到小雅买菜？肯定有问题。那个，我帮不了你什么忙，我不是医生。你在这待着，别动，我去给你找张玉姨，别动啊！哎，等等。你怎么了？来人，请张玉姨，快！是。陈父，琉璃在人玉姨马上就到了。我不看别的御医，我不要看杨御医。小雅，张御医呢？
郡主，张玉意的父亲突然去世，怕是赶不过来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我明明跟他……琉璃，你听话好不好？杨玉一到，杨玉一来了，你让他看看吧。春风，我没事，我不要看杨玉一，你让他走。琉璃，你让他走。杨玉，你过来。我不要春风，春风，我没事，我真的没事。琉璃，没事的。春风，你听我解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可惜了，郡主的胎气已经散了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郡主的胎象原本就不稳，据微臣推测，前几日是否出现了胎漏出血的症状？我以为那是，若是那时郡主能够卧床静心休养，或许还有机会诞下灵儿。但现在，那为什么张玉一不说？可是张怀仁、张御医，他是御医院之首，照理不会看不出来的。杨玉，我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儿！我知道你一定会有办法的，我求你了，你救救我的孩儿！我求你了！贤，杨御医，快看！哎呀，坏了！我得为郡主除去死胎，要不然郡主会有生命危险。不要！我要我的孩子！琉璃，我要我的孩子！我们还年轻，以后会有机会的。杨玉，怎么样了？郡主已经无恙，不过怎么了？恕微臣直言，郡主这次执意不肯让微臣看诊，耽误了时间。如今包公受损，以后恐怕再难有所出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微臣再开几个方子，让郡主好生调养调养。告辞。大胆夜视，本宫原以为是琉璃小心眼儿，没想到你身为长嫂，竟干出这种勾当，你知不知罪？不是的，殿下，我发誓，我碰都没有碰过他。那琉璃的孩子是怎么没的？我也不知道啊，这个真的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。我就知道会发生这种事，我从来都是避着他走的。一派胡言！殿下，殿下，你听我说。那天真的是琉璃，她自己非要踩着我的裙子摔过来。荒谬！你是想说琉璃为了要害你，所以故意丢了自己的孩子？这是挺荒谬的，可是她非要这么做，我也没办法呀。到现在还毫无悔意。来人呐！这是什么呀？喝下去。不是吧？你要毒死我！来人呐！我不要，我还不想穿越回去呢！不要！住手！
瑶，你没事吧？先起来。夏纯瑜，你干什么？你的妻子残害郡主，害得本宫没了皇孙。本宫赐他一碗红花，算是便宜他了。不是毒药啊！你这么想死啊？哎呦，放心，本宫只是让你也尝尝永远没有孩子的滋味。真是醉了，一碗红花就能终身避孕，在《甄嬛传》里真的活不过2句。是不是喝完这碗就没事了？行，我喝。拿过。不能喝。殿下，瑶瑶她纵有千般不是，她也是我晋安侯府明媒正娶的夫人。这一碗红花下去，若是将来夏侯府再无子嗣，殿下你该如何向皇上交代？好一个夏纯瑜，你竟敢拿皇上来压本宫！你的妻子嚣张跋扈，本宫今天就要代替你管教你妻子了。来人呐，把她给我押到园子里，贵族7天7夜不准进食。殿下，你这是要了瑶瑶的命啊！本宫可没要她的命。侯爷，既然你们夫妻情深，那就一起跪着吧。把他们2个都给我压下去。是，殿下。殿下，走，殿下，这是不讲道理呀！哎，殿下，殿下，你要注意身体啊！郡主，您喝一口吧，这皇氏汤是补身子的，您喝了身子才能好得快啊。郡主，喝了又有什么用？喝再多的药，我也不会再有孩子了。这事儿都是那个叶景轩不好，不要再提他的名字了，跟他有什么关系？是我自己做的孽。郡主，您别哭了，哭的奴婢也想跟着哭了。其实孩子的事情，奴婢倒是有一法子。御医都没有法子，你能有什么法子？奴婢不敢说。都这个时候了，还有什么敢与不敢的？奴婢是想说，奴婢自幼与郡主一起长大，郡主您待奴婢一向极好，奴婢其实早就想报答您了。要是您同意的话，奴婢是可以服侍郡马爷的。郡主您千万别误会，奴婢不是要跟您争什么，奴婢不要名分，只是愿意为您和郡马爷生儿育女，将来奴婢的孩子，也就是郡主您的孩子。扶我起来。是。你这是想给纯风当通房的意思？主意是好主意，只不过我原本想给你许一家很好的人家，给人去当正妻的。若是永远能在您和郡马爷身边服侍，是奴婢的福气。小雅，我们自幼一同长大，亲如姐妹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早就喜欢纯风了？不，郡马爷心中只有郡主您一人，奴婢是从来不敢靠近半步的。其实郡马爷为人温柔体贴，如果奴婢能服侍他，那也是好的。那可真是委屈你了。既然你不喜欢他，那我又怎么能因为自己的事情而耽误了你的终身幸福呢？郡主，我对你那么好，
真的是你不该来的。本来我喝一碗破水就行了，你来了还要跟我一起罚跪。别说话，咱们俩要跪足7日呢，省点体力吧。其实我以为你不会来的。我怎么能不来呢？那天我和你因为名誉吵架，后来想想，我也有不对的地方。是我不对。还有，我真的没有推琉璃。我信你。是不是不管我说什么你都信我呀？你说呢？如果咱们能活着挨过7日，我告诉你一个大秘密。就为了你这个大秘密，我会撑下去的。你也要撑下去。精心做明月，与君没事吧？繁华天涯两端，风吹落花，花却依着风，像是离别的拖延。一线一柱一枝一叶，尽是怀念。说不尽的永远，谁永远？你还在我心里面。浮生已能唱一段，时过境迁。琉璃，感觉好些了吗？也就那样，没什么好与不好的。琉璃，你想说什么就说吧。嫂嫂已经被长公主殿下罚跪在御花园2天了，滴水未进，哥哥也在那儿，再这样下去是要出人命的。杀人偿命是应该的，可是嫂嫂也是无心之失啊，要不你向长公主殿下求求情，你一句顶别人1万句。我为什么要替他们求情？他们2夫妻害死你母亲的事你忘了吗？这根本就是2回事。夏春风，我可是这辈子都不会再有孩子了。你非但不为我难过，还跑来让我替叶景轩求情。你是想将来绝后啊，还是娶妾啊？我哪有这样的意思？我对你是一心一意的，你是知道的。琉璃，孩子没了我也很难过，但是御医说了，你原本就有胎漏出血之症，这也许是天意。什么天意？我告诉你，他叶景轩就是欠我一个孩子，我恨不得他死在我面前，还要我为他求情，别做梦了。琉璃，你冷静点儿，只要我们还在一块儿，任何事情都会过去的，好吗？你看，之前你和我哥诱捕我娘的时候，我不想听这些，你给我滚出去！琉璃，滚！小雅，军马爷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？你哭了？你脖子上的伤是怎么回事？谁弄的？
没事儿，奴婢自己摔的。这怎么可能是自己摔的呢？是不是琉璃？不是，跟郡主无关，都是奴婢的错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去找他问清楚。不要！郡满爷能关心奴婢，奴婢已经很开心了。就算他心情不好，也不能够动手打人啊！你跟我去找他。真的不要。是奴婢说错了话。本来阴差阳错丢了孩子，他就已经很伤心了。阴差阳错？你说什么阴差阳错？你是不是知道什么？为什么张玉一点征兆都看不出？因为郡主她以为只是月信推迟了，她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孕。花园里摔的那一跤，其实跟后院夫人无关，是郡主她故意的。你说什么？郡满爷，你还好吗？我没事。奴婢不该跟您说这些，奴婢这就走。等等，那是什么东西？没什么，郡满爷，你看错了。我没看错。给我。这不是我之前送给琉璃的吗？我看是你脑子撞坏了吧？这么蠢的谎话你也背得出来？这是你绣好的，都摔成这样了，你绣好很不容易吧？郡满爷，郡满爷，奴婢今天把不该说的话都说了。其实奴婢早就喜欢您了。小野，你放手！奴婢不放，您就让我抱一会儿。就这一刻，奴婢死而无憾。您天性善良，您和郡主一点都不一样。奴婢有时候斗胆想，其实您和郡主是不相配的。如果您能回头看到奴婢，那该有多好！雪儿，别哭了。春绿，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。什么？有一个女孩，她是一个蛋糕师。有一天，她做了一个很美很美的梦，梦里遇见了一个特别英俊的男子，他们相爱了。女孩知道梦会醒，就给这个男子做了一个叫提拉米苏的蛋糕。她说，提拉米苏4个字的含义就是带我走吧。如果有一天你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他，就能重见我。后来梦醒了，女孩也忘记了那个男子，可梦里的男子找啊找啊，找了一辈子，终于在一家蛋糕店里找到了他。可那个时候他们都老了。可吃了一口提拉米苏之后呢，他们所有关于爱情的记忆都回来了。
这个故事的名字呢，就叫做《唯爱情和美食不可辜负》。瑶瑶，殿下，殿下您不能去，眼下可是立储的关键时刻，您不能为了侯爷夫人得罪长公主殿下呀。那你让我看着他们死吗？你让我看着瑶瑶，看着纯玉，眼睁睁看他们死吗？你忘了他们是怎么帮我的？可那不都在您的计算之内吗？你闭嘴！来人呐！不要去找父皇。殿下，殿下，来人啊！来人！瑶瑶。我来是想跟你说，从今天起我就要去书房睡了。为什么？不行，我要你在这儿陪我。不了，我怕你看到我，影响你的心情，怕你休息不好，还是叫小雅过来陪你吧。小雅不会来了。为什么？她年纪也大了，不能在我身边待一辈子。我给她许了户部一位公子家，是好人家，过2天就让她嫁过去。你就这么容不下她吗？还是说，他知道了你态度的事情？我来是想跟你说，从今天起我就要去书房睡了。为什么？不行，我要你在这儿陪我。不了，我怕你看到我，影响你的心情，怕你休息不好，还是叫小雅过来陪你吧。小雅不会来了。为什么？她年纪也大了，不能在我身边待一辈子。我给她许了户部一位公子家，是好人家，过2天就让她嫁过去。你就这么容不下她吗？还是说，他知道了你态度的事情？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难道让她嫁人是害她？还是你舍不得？你说话呀！夏传风，你给我站住！你说清楚。你别生气，生气对身体不好。小雅的事情，就交由你做主吧。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，反正从来都是你做主的。儿臣恳请父皇，让长公主殿下收回成命。你先起来吧。父皇不答应儿臣的话，儿臣就不起来。你是在威胁朕喽？儿臣不敢。父皇，靖安侯是西闽新任国主格木的亲外甥，身系着邦交重任。若是靖安侯夫妇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，姿势体大，恳请父皇三思啊。这个夏夜氏害得琉璃郡主滑了胎，这跟西闽有什么关系？夏淳于即使是西闽皇族，他们夫妻2人现在在我朝为臣，自然要守臣子的法度。这件事情不用再提了。父皇，
虽然夏夫人犯了错，但如今也算是罚了呀。明玉啊，朕一直想提醒你，朕知道你与夏春雨私交甚好，可成大事者必是识大体、明是非，总妇人之人，不可取啊。可父皇看重儿臣的，不就是儿臣这点妇人之仁吗？若儿臣像是以前的废太子那样心狠手辣，岂不是伤了臣子们的心啊？放肆！郑明月，你可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？你是要为了他们二人自毁前程吗？父皇圣意，儿臣不敢揣度。但是儿臣与靖安侯夫妇生死与共，儿臣愿意与他们一起跪着，祈求长公主殿下的原谅。不成器的东西，出去！儿臣告退。皇上，您消消气。你说这个明玉，为了这么点小事就敢顶撞朕，这将来叫朕如何敢把天下交他治理？可小的觉得，誉王殿下说的也不无道理啊。你说什么？小的说错话了，请皇上恕罪。你起来吧，朕知道你的意思。这明玉啊，天性善良，颇有些赤子之心。再怎么说，总比那些满腹心机的人强多了。是啊，皇上，如今江山稳固，誉王殿下只要兴仁政、固邦交，定能做个守成之君啊。哦，小的不该妄议朝政，小的掌嘴。罢了，朕知道，你不过是看好誉王，多为他说了2句话而已。去吧，朝长公主讨个口谕，就说朕的意思。遵旨。瑶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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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殿下，殿下，瑶瑶人呢？啊，他是不是出事了？我再去求父皇。不是，刚刚江培德来宣了一道旨，长公主已经饶恕他们了。那瑶瑶现在醒过来了吗？有没有请御医啊？快去请啊！是。殿下，微臣又给您换了个方子，您每过2个时辰服用一次，坚持6日。行了，换来换去也不见效果，不必费心思在本宫身上了。郡主那边怎么样了？郡主已经大好了。本宫问的不是这个。子嗣的事情还得要看机缘。什么机缘？扶本宫起来。本宫就要句明白话，这郡主还能不能有孩子？殿下恕罪，微臣不敢欺瞒殿下。本宫就不懂了，这郡主年纪轻轻的，只是摔了一跤，孩子没了就罢了，为什么她再也不能生育了呢？这里面有很多原因啊。那就是你的原因。你一直负责为郡主安胎，这胎儿有恙，你为何不禀报？你身为御医院之首，本宫不信是你学艺不精，说是受何人指使？殿下，请保重凤体啊！郡主自小一直由微臣照料，微臣待郡主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，怎么能害郡主呢？请殿下明察呀！好，既然你不肯说实话，那本宫再也不想见到你。微臣说的句句属实，殿下一定要相信微臣呐！带走，罚入内宫监为奴。不要，殿下！郡主滑胎，当真与微臣无关呐！是郡主自有孕后，
从来不让微臣看诊呐！你胡说八道什么？郡主不让微臣把脉，只让微臣对外宣称他已有身孕，又嘱咐微臣到时候什么都不用做，只需说一声他的胎儿不保。微臣实在不知道郡主心里到底想的是什么呀！那天真的是琉璃她自己非要踩着我的裙子摔过来。你是想说琉璃为了要害你，所以故意丢了自己的孩子？你下去吧。谢殿下。你去把郡主身边的婢女小雅给我带过来，切莫声张。是。哎呀，夫人，你小心点扶。不是夫人，你们不用跟着我，瑶瑶好手好脚的。瑶瑶，你帮我把酒放下就行啊。不是，瑶瑶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就是膝盖受了点伤，其他地方全都养好了。你看，我勇猛的能跳 rap。哎呦，行了，来，坐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这些日子我早想看你去了，要不是顾及你老公，真的，你看你还看我来了你。我当然得来看你了，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。哎呀，你说哪儿的话呀？来，喝点酒。哎，你这伤还没好呢，喝什么酒啊？你怎么能跟那蠢驴一样呢？他那是愚昧无知，你好歹也是科研员是不是？酒不是活血化瘀的吗？我应该多喝才对。行，来喝点啊！来喝点。来，你说实话，是不是偷偷跑出来的啊？咱先走一个。来。现在我才知道，到底谁对我好。这话什么意思啊？要不是你，我真的死在皇宫里了。来，喝酒。喝酒。来，再来。你看，喝完了。好。哎，恨不相逢未嫁时，这句话呀，我真的是到了古代我才明白的，真的。哎，要不是有夏淳于在，要不是他是我的好兄弟，我一定娶你。真的？这个世界上应该不会再有其他穿越的人了吧？咱们俩才是唯一懂对方的人。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穿越的人，但是咱们俩这缘分啊，从现代到古代，啊，你说这全宇宙也没这么独特的感情了吧？啊，对呀，是不是？对呀。哎，要不咱们就回那个黑风寨，咱把戒指找到，咱俩一起回去吧，回到现代多好啊！啊？还能找得着吗？万一能呢？也许不用找了。什么意思啊？瑶瑶，你喜欢我吗？我其实还有另外一枚戒指呢。你说什么？我还有另外一枚戒指。郑明玉，你终于肯说实话了。你们两个合起伙来骗我，啊？不错，谢大人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你把这事告诉他了。我跟蠢驴没有秘密。这就是你要跟我说的大秘密。现在你懂了。你要是还不明白，你就把它想成倩女幽魂，就是我叶佳瑶的魂魄附在了原先那个叶锦轩的身上。你
是不是有点害怕我了？把我当成妖怪？你把我当成许仙啊？我们比他们强多了，我们相隔了几千年，还能遇到彼此，这是上天对我们的恩典。我不管你是什么穿越者，还是什么妖精鬼怪，你就是我的瑶瑶。春驴，乖，不哭了。我现在总算明白了，你写在花灯上的那句话：“无惧朝生暮死，但求两心如一。”你是怕有一天你要回到你的世界，对不对？那你听着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不准你离开我的视线。我们既要两心如一，也要朝朝暮暮。我答应你，你在哪，我就在哪。叶家瑶，亏我这么信任你。瑶瑶，你先回家吧。可是，这是我们男人之间的事情，让我们来解决吧。放心。好。什么时候怀疑的我？你派我到黑风寨，就是为了那件绝世神兵。你假装失忆留在我身边，是为了留下一线生机。你害死了玄烨大师，又引我找到尤文镇，但你同时又让孟云放走了尤文镇。你就是想让我帮你对付郑明熙。一直以来，你都想做皇帝，而我呢，又三番四次的被你利用和欺骗。你说的这些都是猜测，你有什么实证？就凭天鹰派不同的标志，那就是你要的证据。还有你穿越者的身份，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我没什么要解释的，归根结底说的还是那个东西。你想要我给你？你应该知道，什么天鹰派的标志，什么穿越这种荒诞的说法，你奈何不了我。我已经恢复了誉王之位，太子之位也是唾手可得，所以这个东西，你想要的话拿走。你以为你这样做就能赎罪吗？那些死去的人呢？春雨，我是欺骗过你，但我对你的友情是真的呀。这个东西确实重要，但在我心里边，它没有你重要。如果你能不计前嫌，我愿意说到做到。这天下还是你我瑶瑶的，咱们3个人平分，好不好？和你这样的人共享天下，我做不到。看来你想报仇，难道不应该吗？为了谁啊？为了白崇业？为了玄烨？他们一个杀了你的师父，一个杀了你的母亲，我对付他们，我有错吗？就算他们手上血染累累，也不代表你做的就是对的。我做了一些你做不到的事情，我有错吗？啊？你再想想，我舍身救你，这是假的吗？我在皇帝面前为你求情，这是假的吗？难道你非得让我死，跟他们一样，你才能原谅我吗？也许我说了你不会信。在我穿越的时候，你的朋友郑明玉正在上吊自尽。他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：如果能再活一次，他想换一种活法。明白吗，春雨？一味的仁德只会被人踩在脚下。誉王要做什么？要造福万民。
想要造福万民，我就要当皇帝啊！你为什么不能相信我呀？我拥有这个时代没有的东西，我只想做个好皇帝。我真的不是为了我自己，我是在完成郑明玉的遗志。不要再提他的名字。好，杀了我吧！我本身就是个死人，若不是你一直在救我，我活不到现在。不过春雨，我想告诉你，我这一辈子最开心的时刻，就是太子岛台那一晚，我与你们夫妇二人饮酒作乐，真的特别开心。杀了我吧！我知道你舍不得，你舍不得杀我，你更舍不得用这柄我送你的箫杀我。这柄箫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这柄箫是我的挚友郑明玉所赠，你只是一个借尸还魂、阴险狡诈的陌生人。春雨，你是我这辈子最好的朋友，从现代到古代，几千年，唯一的朋友。从今天开始，你我恩断义绝，再见面时就是敌人。其实早在黑风寨的时候，我就怀疑他了。明玉，他是一个霁月清风、胸怀高洁之人。不管他做什么事情，我都相信他是有苦衷的。可今日，我却然发现，最好的朋友郑明玉，在几年前就已经不在了。我觉得他对咱们也算是有点真感情，要不然就不会把那个盒子还给你了。我希望他能够痛改前非，否则我不会放过他的。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誉王，我只知道你不能带走我的朋友。拿下！春雨，你干嘛？殿下，春雨，你还活着？收来吃吧。我犯下了如此大错，你居然都可以原谅我。如果我还做了其他错事，你还会原谅我吗？你还能做下什么错事？殿下，奴婢这就请御医来。不必了，本宫的身子，本宫心里有数。
你们下去吧。怎么了？还有事情吗？琉璃郡主已经来了很多次了。与往常一样，说本宫睡下了。可是，去吧。今日又睡下了，那我明日再来吧。奴婢觉得郡主不必来了。为什么？殿下决定的事情，奴婢不好多嘴。你等一下，劳烦你告诉皇姑姑，从今日起，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，我日日都会等在这儿，直到她肯见我为止。郡主，这个奴婢不能收。你站住！瑶瑶姐，哎，今天又在做什么好吃的呀？今天做的是鲜花饼，滇南一带的美食。花还能吃啊？当然不能直接吃了，要做成鲜玫瑰酱，就是把玫瑰花的花心去掉，洗净晒干，再用蜂蜜调和而成。就是这个了，尝尝。真的很香哎，好吃吧？做这个鲜花饼啊是有讲究的，要从揉面开始。那第一步呢，我们要揉的就是水油皮。这个水油皮的面粉很讲究，一定要用玫瑰花瓣泡过的水调和而成，让面皮也有玫瑰的芳香。加入黄油，还有一定量的糖揉匀了，再用纱布盖着，醒发半个时辰以上。接着呢，揉油皮，油皮是不加水的，就用黄油揉合，一样要醒发半个时辰。做成面剂子后，再擀成条状，卷起再擀，反复几次，再把玫瑰酱和上熟糯米粉拌匀。哦，别把火退掉，用炉子里的余温低温烤。这样呢，就做成了美味的鲜花饼。听起来就很好吃，我也要学。好，不错嘛，学得有模有样，很有天分。真的吗？瑶瑶姐，听说淳于哥哥以前郡主都不要，是不是因为喜欢你做的菜啊？算是吧。那我这么有天分，你能不能把你做菜的秘诀都教给我呀？可以啊。不对，你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，想做菜给他吃啊？我才没有呢。哦，好吧，让我猜一猜啊，会不会是……我一点都不喜欢赫连锦，她只不过是我的奴隶而已。哎，我可什么都没说啊，你自己全招了。这个我不跟你说。好了好了，喜欢就承认嘛。你是不是每次见到他，都呼吸急促，体温升高，额头微汗，面色微红，还伴有短暂窒息晕眩等一系列爱情临床体验？应该有啊，这就对了嘛。所以啊，你不能老什么奴隶的，会把他吓跑的。他跑不了，我给他盖戳了，就在胸口。那我估计他跑得更快。几天没见到他了？很多天了。所以啊，你这样撩汉啊，简单粗暴加口是心非，是会负分出局的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你追求男人的方式不太对。我可是西敏公主，为什么要我追求他？是，可是谁让他是你喜欢的人啊？你不是自己说吗？和亲要自己选老公，那除了他还有别的人选吗？实在不行，我就让皇上赐婚，由不得他。那多没意思啊！跟你说吧，其实你那个淳于哥哥就是我自己套路来的。一开始我天天黏着他，后来呢，打都打不跑了。你不觉得这样很有成就感吗？给你举个例子，你看自己做的东西自己吃，是不是很香？所以啊，你是西米小公举，我是撩汉小瑶瑶。来，恋爱套路第一条，尊重套路。尊重套路。没错，
所谓尊重套路啊，就是说，哇，你们西敏字好奇葩呀！啊，不重要。来，套路第2条，建立联系。建立联系。其实第1条啊，你们已经做到了。你知道白娘娘子是怎么套路许仙的吗？他借了他一把伞，这一借就有还，一来二去就建立了联系。其实我觉得这不是最高明，最高明的就是欠他的钱，欠的钱越多越好，这样呢，他就天天追在你屁股后面跑。哦，那我明天就去问他借1万两黄金。我就是举个例子，你看啊，你跟小景之间呢有个镯子，就像我和蠢驴之间有个戒指，你们的联系早就建立起来了。哦，那第3条呢？很简单，来，第3条就是要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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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美。一会儿带你挑衣服去。但是我觉得我丑一点，他喜欢我才是真的喜欢我。妹子，如果你穿着衣服的样子都不能让他喜欢你的话，那脱了衣服呢？啊？你是哪时还是朝鲜？真的会追我，先到了自古人生出少年。十里眼里我都像，不知疲惫的千里马，苦练刀像滚轮棒，所有兵器都能爽。耐力增长速度就像做乘法，他们觉得该做出可对我进行出准猛打。怕什么？我活得逍遥自在，火焰四海是因为名声在外。不起自来者，是我一记勾拳，心口开合者，小心这几周连。对了，忘了告诉你，双截棍在我手里，耍得有条有理，哪样兵器都不能比你。他占有我的身体，看到你不服，举笔之力，我的一身正气，把小人全部踩在脚底。别靠近我，我见着拆招，所有剑敌不过我3招。不到东西，打得不可开交，只有双截棍轻松把你击倒。别靠近我，我见着拆招，所有剑敌不过我3招。不到东西，打得不可开交，只有双截棍轻松把你击倒。需要深吸一口气，绝杀的功力不是为了某种功利，内心的忠义让血液流淌动机，强大的冲劲是为了身边的兄弟，所以我在不断重复，让他慢慢在体内融入，成为我致命的毒，逼着耍的汽车输入，看我每次手臂逃离的幅度，发誓一定要成为这天下独步。怕什么？我活得逍遥自在，火焰四海是因为名声在外，不许自来者，是我一记勾拳，心口开合者，小心这几周连。带着下场一股，却深藏不露。不得为众的信念雷打不动，多年集体我的名字只是儿子不详，磨练筋骨苦劲，一直没人睡在路旁。别靠近我，我见着拆招，你所有剑敌不过我3招。